Hello， 大家好，我是囧色波苦逼司机，有段时间没有拍视频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拖延症。本期视频呢是给大家来测评一个键盘，那么这个键盘呢它很大，有这么大，也非常重，有10几斤重。我上一次见到这么重的键盘还是在上一次。你要是不健身，已经很难驾驭这些客制化键盘了。所以说啊，我之所以那么久没有拍视频，完全不是因为拖延症，就是因为这个键盘太重了。我要花2个月的时间去健身，然后我才能够开箱，你知道吗？哦，对了，我好像还没有介绍这个键盘的名字。这把键盘由小西 Shiki 设计，叫做 i140大爽，意为又大又爽。大是确实大，你看看这个边框，不能说可以停航母，根本就是航母本母。大爽是根据 Cherry 的经典键盘 G80 为原型修改设计的，基本的键位布局相同，但设计语言和细节已经完全改变了，并且是蓝牙双模的。目前大部分的 PCB 设计是所有的模块都集成在一张板子上，或者是通过排线来连接不同的模块。我以前组装过的内部结构稍微复杂一些的客制化键盘，都是采用第2种方案，排线连接。大爽的 PCB 一共包括了蓝牙模块在内的5个模块，却没有使用任何排线，而是通过把不同的模块安排在套件结构的不同层面，使用金属弹针来实现连接。从组装的角度来说，金属弹针直接放上去就好了，比插拔排线方便了许多。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大爽的分层式模块化 PCB 设计，相当于是把2维平面化的 PCB 设计给拉到了3维层面，并且有效地利用了结构所带来的空间。各位，格局打开了，有没有？大爽使用松下的18650电池进行供电，这比插排线的锂电池来说，安装也更加方便了。大爽的设计给我的感觉就是尽可能的方便易用。大爽是没有钢板的，这也是原版 G80 的设计，但是大爽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创新，使用了无钢板的 gasket 结构。正面的边框是分体式设计，背面安装有胶条，键盘的底壳也有胶条，呈现出2面包夹之势。底壳是一块大铝板，在每个轴体的位置上都挖出了孔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空腔。PCB 是焊接版的，毕竟是无钢板设计嘛，如果还使用热插拔，那就太不稳定了。轴体我选择的是朱雀轴，加达龙定制的线性轴，出厂自带润滑，我现在就喜欢这种不需要自己润滑的轴。打工人的休息时间是真的不多呀。这是组装完成的效果，兄弟们觉得好看的在弹幕上扣1。我们来听一听打字音。无钢板 gasket 结构，极小的空腔，可以润滑的线性轴。在大爽组装完成之前，我就已经预料到它的打字音一定不会差。用大爽打字非常像在一块实心的金属坨坨上敲击，不过按键反馈并不硬，空腔声几乎没有。也许有的朋友会喜欢用泡棉或者硅胶把底壳填得满满当当的打字音，我个人是很少使用全尺寸键盘的，因为我觉得太大了。我对单独的数字键盘也没有需求。当我的桌面上摆着这么巨大和沉重的键盘时，我是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它太重了，很难去移动，所以我觉得最适合大爽的使用场景是一个决定了使用它就不再更换它的桌面。大爽很重，所以很稳固，你安放好它之后，它便几乎不会移动。它支持蓝牙双模，它打字很舒服，它的按键很齐全，一个长期固定的桌面是它最好的归宿。大爽背靠经典设计，又具备独有的创新，特别是分层式模块化 PCB 设置在键盘的不同结构中，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非常妙。我也很期待在客制化键盘中看到更多的创新，而不是跟风和重复。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我的频道，并且一键3连。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